真的有那么好的事情吗？有这样子一只手表，同时拥有一般手表的外形，又拥有智慧型手表的功能，真的会跟 Apple Watch 这种纯智慧型手表一样强大又好用吗？今天这部影片呢，要带大家深入的了解混合型智能手表以及纯智慧型手表的差别。那以我自己拥有的 Apple Watch 第4代以及上次介绍的 Garmin Vivomove Style 作为代表，来看看有了指针之后的智慧型手表到底是大大的加分，还是另外一个笑话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外形。42毫米的 Style 看起来比40毫米的 Apple Watch 体积大很多，但其实以对角线来说，它们的体积是差不多的。主要是 Apple Watch 狭长的身形跟推到满的荧幕，还有它把扣表带的地方设计成机身的一部分。在视觉上呢 ，Apple Watch 是比较小的，跟 Style 一比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Style 它的金属边框比较粗，连接表带的部分也是另外突出一块，一般的手表也是这样设计的。所以说，为什么 Style 它好搭衣服，就是因为它的外形就是一只扎扎实实的普通手表，它伪装的太好了，以至于它跟一般手表一样，到黑暗当中都看不到哦。不过另外一方面呢，有一个设计 Apple Watch 倒是蛮复古的，那就是表冠。Apple Watch 的表冠其实是一个要让现代人接纳智慧型手表的桥梁，就跟一开始 iOS 上面的 App 都设计成拟真风格一样，他们希望消费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只手表。也的确，这个表冠在一开始 Apple Watch 推出的时候达到了他们要的效果，但实际上这个表冠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？会不会在第6代被拿掉？这一点我是还蛮期待的。至于已经拿掉表冠的 Style， 整体看起来就比一般的手表还要利落许多。背面的部分呢，两只手表都使用绿色 LED 灯的心率测量仪，而 Apple Watch 的充电方式就是无线充电，而 Style 它则是保留了充电孔，没有无线充电这一点是还蛮遗憾的。它这个部分呢，就不得不提到这两只手表的续航力真的差很多。Style 大概是每4天要充1次电，而 Apple Watch 我都不想讲了，大概1-2天就要充1次电吧。真的就是桌上要不要多一条线的差别。当然这个部分如果你养成了良好的充电习惯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差别啦，就是可能去洗澡的时候充一下就好。而且苹果在无线充电呢，真的蛮令人期待的，因为大家都说 AirPods 快要来了嘛，那到时候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很多线其实都可以收起来了。希望这个 AirPods 真的好用。另外 Style 在低电量的时候会进入悠游卡模式，也就是只能使用悠游卡8个小时。最后完全没电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当成一般的手表使用，它的指针还是会继续跑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那这边顺便提一下，如果你对手表相关以及苹果产品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话，接下来呢我也会做很多这类主题的影片，尤其接下来 Apple Watch 第6代跟很多产品都会陆续上市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更精彩的内容的话，记得要帮我订阅以及按下订阅旁边的通知小叮当哦。再来我们看到侧边这两只手表机身的高度落差还蛮大的，但是其实它们只差了0.5毫米。我发现苹果他们真的很会利用弧形设计，让人有体积缩小的感觉。Apple Watch 从侧面看啊，不只是荧幕是弯曲的，它的背面弯曲更大。这种设计跟 iMac 背面真的超像的，让 Apple Watch 侧面的金属机壳呢，硬生生就是比 Style 少了一大截。看得出来 Style 它背面也是有一点弧度的，但是整体看起来就是比较厚。不过说到重量呢，其实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Style 完全是走轻量化路线，使用的是铝合金，配上尼龙表带之后只有30几公克，戴在手上完全没有感觉，是少数我可以一直戴下去的材质跟重量。戴着 Style 睡觉倒是意外的蛮顺利的，完全没有不适感。而 Apple Watch 配上 Nike 洞洞款表带是50几公克，我觉得戴在手上还是有一点重量，如果要睡觉戴着的话，可能需要适应期。再来呢，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荧幕。Apple Watch 的荧幕虽然在黑色的时候看起来是推到满的，但其实它还是有一圈黑边。它的解析度比较高，然后颜色非常的鲜艳，它不止动画非常的流畅啊，字体也可以调整大小，然后完全没有颗粒感。这样的表面呢，可以塞入非常多的资讯，你要读取 LINE 的讯息或者是回复讯息都没有问题。而且现在的表面呢，都可以使用第三方的设计，不怕找不到自己喜欢的表面。而 Style 因为它有指针的关系，所以它荧幕的设计非常特别，分成上下2块，所以触碰它左右两边不会有反应。还有它的荧幕有一点迟钝，有的是要点2-3次才能唤醒。Style 的解析度稍微比较低，那相较之下它的颗粒感也比较重，没有办法调整字体的大小，颜色也比较单调，表面也只能微调，可以从手表上获得资讯也不多，尤其是在接收讯息的时候特别的恼人。
接收赖讯息竟然只读得到前面几个字，完全没有帮到忙。我知道蛮多人买手表就是希望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读讯息，这样的话 Apple Watch 就闭着眼睛买下去吧。功能的部分呢会分成手表跟手机 App 两个部分。Style 它主要还是依靠手机来传输讯息跟设定功能为主，它自己本身的功能其实并不多，大部分就是可能查看当下的身体指数啊，或是天气等等的。然后让我比较惊艳的是它有内建悠游卡，还有 NFC 绑信用卡付款。另外一个 Style 令我非常满意的功能就是睡眠监测，我觉得它整体轻量化的设计跟睡眠监测搭配的非常完美，就算带着它睡一整夜都不会不舒服。睡眠监测的结果只能在手机上面查看，你可以看你睡眠品质好不好。那除了睡眠监测之外呢 ，Style 它也抢先 Apple Watch 加入了侦测血氧的功能，还有一些比较抽象的指数啊，像是压力或者是 body battery。虽然它侦测的项目比 Apple Watch 多，但是它在软体的部分真的大输 Apple Watch。Style 不能使用第三方的 App 也就算了，它自己有一些功能也是给的心不甘情不愿，像是听音乐的界面啊，或者是讯息通知的部分，真的非常的残缺。好像除了它自己的 App 之外，其他手机功能都不重要一样，忽略了一般使用者在跨装置传输讯息啊，或者是使用软体上的流畅度。可是怎么办 ？Apple Watch 就刚好是这方面的 Pro Apple Watch 作为手机的辅助工具，真的非常的方便，它可以遥控手机上面的相机，然后也可以听音乐跟传赖。在今年即将推出的第6代也会加入侦测血氧的功能，还有 WatchOS 7也会新增睡眠监测的功能，而且支援的第三方 App 也越来越多，可以说它几乎快要可以取代一只手机了。之前呢，我有做过几部影片，有很多网友跟我讲说，他们就是直接去买有 T 版的手表，在出门运动的时候直接取代手机，这个是 Style 完全不可能做到的，因为 Style 它本身是没有 GPS 功能，它必须要依靠手机的 GPS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单独带着它出门的话，你走路跟跑步的轨迹它都记录不到，然后步数跟距离它也有可能会有误差。当然，如果你都在室内运动，或者是你运动一定会带着手机的话，就没有差别嘛。或者是你完全没有在运动。那我们看一下运动模式 ，Style 它的选择还蛮少的。开始之后，手表上的资讯有心率跟时间，然后往左滑会有平均步数跟速率之类的，然后每1公里它都会通知你一次。手机这边呢，我觉得数据跟图表都比 Apple Watch 还要详细，像是这边有平均配速啊、心率跟海拔的变化图表。然后 Apple Watch 这边的运动项目真的超级多。那开始之后呢，这一页是控制用的，然后第2页就可以看到当下的身体状况，第3页是音乐。然后结束之后呢，它一样会回传到手机的健康里面。这边我没有办法示范运动报表，因为健康这个 app 很奇怪的就是你当天看完运动报表之后，它里面的资讯都会被打散，它没有办法看到过去每一次运动的整体报表，平均配速都会消失，然后它每一个项目都会被归纳在不同的地方，没有办法再看到整体的表现。它整个 app 就是分成很多小细项，然后一直在跟过去做比较。我觉得运动应该要自己变成一个单独的 app， 不然健康里面真的有一点乱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谈一下这2只手表的价钱。Garmin 的 V-Momo Style 它的价格是11990，然后 Apple Watch最新的第5代是13400。当然，这1400的差距就是看你对手表的外形的喜好啊，还有功能上面的取舍。Style 它的外形很美，然后侦测功能很强，续航力很长。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就是外貌协会者，或者是你都在室内运动的人。Apple Watch 我觉得它功能很齐全，然后软体的灵活性很高，不用那么依赖手机。不知道看完之后呢，你对哪一只手表比较有兴趣？我自己的话，白天跟睡觉会比较想要戴 Style， 因为它很轻，然后它有睡眠监测的功能。至于运动的话，我就会带有 GPS 的 Apple Watch 听音乐跟记录运动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离开之前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开启小叮当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